在经常下雨的6月份，仅仅只是过了一个晚上，全球便迅速降温，并且诡异地下起了鹅毛大雪。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开始要连续下好几天的雪，甚至温度会降到-60°。就在这时，养女提出要搬走家里10床羽绒被子和99万的燕窝虫草，去乡下看望没养过她一天的亲生父母。我没有半点阻拦，立马帮她披上外套。真是有孝心的好孩子，赶紧去，不用着急回来。只因上一世，我担心她路上不安全，让司机去接了她父母来我家取暖。可没想到，极寒末世降临，养女爸妈却为了抢夺别墅里所剩无几的粮食，竟将我3岁的女儿赶出豪宅，又用我的命逼我老公出去寻找食物。老公一出门就被暴雪吞没，养女一家却大喊晦气。我恨透了他们，在当晚夜里放了一把火，跟他们同归于尽。在睁眼我回到气温骤降那天，这一次我只会护好我的老公和3岁女儿。妈，天气太冷了，我亲生父母还在乡下，也没有暖气，我好担心他们，得赶紧去看看，顺道带些东西去给他们补补身子。睁开眼，我看见养女林娇娇不停地往行李箱塞着各种名贵的补品，惊觉自己重生，回到了气温刚降至-10°那天，还未从上一世家破人亡的痛苦中抽离出来。我感到头晕目眩，身子一晃跌坐在沙发上。林娇娇见状撅着嘴瞪了我一眼，嗔怪道：妈，你还愣着干嘛？你那些燕窝虫草藏到哪里去了？我得赶紧给我亲妈他们带过去，他们还从未吃过这些好东西呢。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陷进肉里，才忍住了的冲动。那年你才刚满月，就被你父母裹了张薄被扔在我们家门口的垃圾桶里，这样狠心的父母，当真就那么值得你去孝顺？林娇娇不屑地哼了一声。行了，妈妈，我知道你就是养了我这么多年，生怕我以后跟亲生父母好了，不给你养老是吧？你放心，我不会的，所以你也不用刻意来挑拨离间。似乎是察觉我脸色不太对，林娇娇又亲昵地靠了过来，挽住我上一世被她拿刀扎过的手臂。妈，我对没养过我一天的爸妈都这么孝顺，难道对从小把我养大的您和爸爸还能差了不成？你放心，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天气太冷了，乡下什么都没有，我是真的害怕他们过得不好。反正咱家什么都有，也不缺这点东西，你说是吧，妈妈？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不着痕迹地抽出被她拉住的手。好孩子，你说的对，妈妈这就去地下室给你多装点好东西，你赶紧拿着去乡下看看。林娇娇一脸满意想要跟过来，被我一下又推回了沙发上。地下室灰尘多，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使了个眼神，示意保姆张婶跟了过来。她在我家工作整整20年，也是看着林娇娇长大的老人了。去往地下室的路上，张婶眉头紧皱。我问她怎么了，张婶吞吞吐吐半天。太太，真不是我多嘴，娇娇小姐真是从小被您娇惯长大的，怎么这么不懂感恩？她要回去看她那没良心的父母，还要带您的燕窝虫草走，多好的东西啊！真给她……怎么可能？上一世我心疼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更是担心这样的大雪天他一个人出去遇到危险，所以忍下自己心中酸涩，随了他的愿将他父母接来。结果来的除了那对夫妇，还有他们2个20多岁的儿子。那家人一来，气温再次骤降，所有人根本无法出门。交通瘫痪前，别墅区所有的安保都各自跑回了家，所以乡下来的那一家人凭借自己的武力夺得了在我们家的话语权。我跟老公和小女儿被赶去了冰冷的地下室，只有在他们需要让我们煮饭的时候才能上楼。林娇娇欢快地融入他们中间，看向我的眼神冰冷无情。怎么了，妈妈？这些年我在您家里都是这样过来的，寄人篱下的感觉你永远不懂。别说的好听，什么我和妹妹都是你的心肝宝贝，才不是。我知道你的财产都会留给妹妹，我就像是你无聊时可以逗逗的一个玩物。现在我亲生父母来了，换你当玩物。我愤怒又无可奈何。老公是大学教授，文质彬彬，脾气温和，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让林娇娇气得差点昏厥。家里食物充足的时候还好，等食物一见底，偏偏气温又毫无回升之际。那家人像疯了一样，害了我小女儿又重创了我，逼我老公出门寻找食物，我就眼睁睁在他们的挟持下，看着我老公倒在雪地里，心如刀绞。最终趁他们不注意放了一把火，同归于尽。这一世我绝不可能再次引狼入室，我会保护好家人，好好度过这个末世。眼下张婶一脸心痛，那模样就跟要放她的血一样。我笑了笑，放心吧，张婶，这些好东西给那么个没良心的岂不是白瞎了？嫉恶如仇的张婶一听，眼睛都亮了。地下室里，我跟张婶合作，小心翼翼地将各种名贵补品的包装打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又再次小心翼翼地封好空盒子。大包小包地提了一堆到林娇娇面前。林娇娇见状喜笑颜开，妈妈你真好，我替我乡下的爸爸妈妈先谢谢您了。我微微一笑，从张婶手里接过林娇娇的外套，给她披上。快拿上去看你爸爸妈妈吧，再不走天就要黑了。林娇娇一怔，乡下那么远，我怎么去？我学着她的模样一怔，娇娇，你还没想好怎么去吗？妈妈看你都在收拾东西了，以为你什么都打算好了呢。林娇娇面露尴尬，那就让司机叔叔开家里最大的那辆车子送我一趟吧。我摇了摇头，王司机他家里有事，刚刚已经请假了。其实他没有请假，不过是我在重生回来的第一时间就给家里除张婶以外所有的工作人员发了个大红包，然后放了假，并提醒他们多囤点吃的。听我这样讲，林娇娇恼怒地掏出手机，这王叔怎么这么懒？天气一冷就不想工作了？那怎么成？我得打电话把他叫回来，今天我必须得用车。我按住了他打电话的手，不行，娇娇，王叔家里有
有急事，没办法回来。林娇娇急了，泪水夺眶而出。那怎么办？我爸爸妈妈还在乡下等我呢，没车子我怎么去？妈，你快想想办法啊！我叹了口气，娇娇，你已经18岁了，你想做的事情大可以自己去做，不是非得要爸爸妈妈来替你安排的。林娇娇愣住了，显然这18年来，我事事为她考虑，她也习惯了遇到困难从不为难自己，只会选择来找我。见我是真的没打算给她想办法，林娇娇冲到了我面前撒娇：“妈，不行，你让爸爸送我一趟吧，也就5个小时的路程，爸爸今天开个来回，凌晨3点就能回来了。”我心里冷笑，面上不显。这么冷的天，一张口就要人开10个小时的车去送她，她当真是从未心疼过这个从小为她尽心尽力的养父。就在这时，林东牵着我小女儿朵朵下了楼，林娇娇刚想再次冲她开口，我抢在前面拒绝了她。不行，娇娇，天气太冷了，你爸最近身体不太好，开那么久的车子，我会担心的。林娇娇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眶噙满了泪水。妈，您会担心爸爸，为什么不担心我？这么多东西，难道您要我提着去坐大巴不成？我叹了口气，装作无奈地道：“可是娇娇，去乡下看你爸妈是你自己的选择啊，总不能让你爸爸为了你的选择去买单吧？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呢。”刚下楼的林东听得一头雾水。娇娇这是要去哪儿？林娇娇心虚不敢回答，我直接将事情经过好好解释了一通。一向好脾气的林东听完气红了脸。娇娇啊，那样狠心的父母，你理他们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在你小的时候一次都不来看你，刚成年就找上门？他们想做什么？从未被我们骂过的林娇娇顿时也来了脾气。前些年他们经济状况不好，所以才不来看我，如今条件好起来了，就想着弥补我，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你们生怕我不给你们养老，整日挑拨离间的嘴脸让我恶心。你……林东气得发抖，猛地一拍桌子，好不容易挤出一句：“我不允许你去乡下看他们。”林娇娇见状面露惧意，但偏偏她一心认为我们不是真心对待她，又怎么会因为林东3言2语的阻拦，放弃去乡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呢？突然，林娇娇猛一跺脚，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她提起地上的大包小包，转身冲出了屋外。你们想阻止我们一家团聚，没门！我今天非要回家不可。娇娇，雪太大了，外面不安全，你给我回来！看着林娇娇狂奔的背影，林东拿起外套就要追出去，我一把将她拉了回来。林东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老婆，你怎么了？娇娇可是我们从小养到大的孩子，这样的暴雪天，她要是遇到什么危险，可怎么得了？”林娇娇走后，我再也忍不住，扑进了林东怀中，哭得直抽抽。我做了一个梦，你心疼林娇娇，所以将她父母都接了过来，然后气温再次骤降，我们被困在了家中，偏偏囤粮不够，我们被他们逼入了绝境。林东满脸心疼地抚着我的背，我抬头看着他：“老公，总归娇娇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留下来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岔子，就让她回去找她爸妈吧。我真害怕梦境变成现实，我们的朵朵她才3岁。”林东点了点头，继续安慰我。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下。张婶还在厨房忙碌，我过去叫住了他，他回过头，满脑子雾水。太太，您怎么哭了？我摇摇头，递过去2万块钱。天气太冷了，不对劲，你拿着钱全部换成粮食，赶紧回家去。张婶不明所以，但一向信任我，于是接过钱连声道谢，然后离开了。张婶走后，我严肃地告诉林东气温还会再降。察觉气氛紧张的朵朵也自己乖乖待在一旁玩玩具。林东只愣了一瞬，随即说：“那我赶紧出去，多买点吃的东西回来。”我摇摇头：“你去找最好的工人，把我们家房子里里外外都做好防盗措施，加固门窗，再弄个太阳能发电板，再在地下室划出一个区域，特别加固，做好保暖措施，作为我们的安全屋。囤货的事情就交给我。”林东有些迟疑：“老婆，真的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我红着眼：“如果你不想看着我和朵朵倒在你面前，那你就照我说的去办。”林东咬牙点了点头：“那我们分头行动。朵朵，你乖乖在家等着爸爸妈妈，不管谁来敲门，你都别开好吗？”朵朵抬起头，甜甜地回应我：“知道了，妈妈，朵朵会乖。”我揉了揉她的头，不再啰嗦，开着家里的保姆车出了门，来到大型超市。我打着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幌子，找到工作人员，订下了100箱自热米饭、100箱自热小火锅，还有50袋大米、200箱桶装水、几百斤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以及各种肉类和调料。等末世来后，家里的气温会比冰箱还低，根本不用担心东西会坏掉，担心朵朵一个小孩在家难熬。我又给她买了一些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再是纸巾、卫生巾、洗发水、沐浴露，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能看到的都买了不少。超市工作人员贴心地提出要送货，我开着车带他们走了别墅后门，将东西堆满了小半个地下室。我不担心会有人觊觎，别墅缺人少，气温骤降的末日来临后，根本没人能够在外面走动。做完这一切，我又立马赶往商场，买了整整一车保暖的羽绒服、被子、保暖内衣，还有无数一次性的内裤、袜子。回到家中，老公找来的10来个工人还在加固房子，在生存面前，钱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于是我主动将价格提高至2倍，希望能尽快完成。拿到钱的工头大手一挥，又叫来10个兄弟，决定不分昼夜地为我们赶工。我连声道谢，下一秒手机铃声
声响起，我不小心触碰到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林娇娇崩溃的哭喊：妈妈，你快来救救我！通往农村这条路的雪太大了，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去，把我扔在了半路，我要投诉他。好冷啊！哦呜，妈妈，我该怎么办？你快来救救我啊！如果是以前听到林娇娇哭得这样可怜，我一定恨不能立马飞过去抱住她，安慰她。可我现在只能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心里暗暗骂她活该。奈何她哭喊的声音巨大，透过手机传到了我身旁的老公耳中。他焦急地夺过手机，大声问他：娇娇，你在哪里？电话那头，林娇娇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我也不知道在哪，爸爸，你快来救救我吧！林东跟林娇娇打开了位置共享，发现林娇娇离他亲生父母所在的村子大概只剩下1小时路程。见状，他拿起车钥匙就要去接林娇娇，我拉着了他。你疯了！天都黑了，雪还这么大，乡下路又难走，多危险啊！他离他亲生父母那儿已经没多远了，让他爸妈去接他吧。林东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随即一把甩开了我的手。杜威，你到底怎么回事？哪怕你吃醋，娇娇心疼她亲生父母，但总归她是我们亲手养大的。你也知道天黑危险，你怎么忍心看着我们的孩子在外面挨饿受冻，就为了你一个没头没尾的梦？你不觉得太离谱了吗？娇娇要是出了什么事，到时候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我得去接孩子，你在家看着朵朵吧。我知道，要林东现在相信林娇娇就是彻头彻尾的白眼狼，甚至在不久之后就会害死我们全家，是不可能的。但我更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万般无奈之下，我叫住了他。我打电话让他亲生父母去接他，毕竟他们离那儿更近，你过去还得4个小时。林东将信将疑，那夫妻俩根本不靠谱，能去接他吗？我点了点头，拨通了电话，说明来意后，对面嗤笑一声：什么？我没听错吧？这么大的雪，你让我去接那丫头，还得骑1个半小时摩托，不去不去，说什么我都不去。这么冷的天，冻坏了算谁的？我又没让那丫头来看我，非得选这么个时候，出了事那也只能算她命不好。再次听到林娇娇亲爸孙大强的声音，我只觉得恨得要命，一股恶心的感觉在胃里翻涌。我强忍着不适，捂住手机，没让林东听到这些话，小声地说：他给你们带了燕窝虫草，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你觉得我会为了这点东西冒着大雪去接她？可别做梦了。那些东西价值20万，你拿去卖掉，正好可以当做给你儿子娶媳妇儿的彩礼。孙大强家里穷，2个儿子30出头了，还没娶上媳妇儿，这是他心头最痛。听我这话，孙大强没再犹豫半分。我现在就给林娇娇打视频，要是没看到她那里有什么燕窝虫草的，我可不会去接。电话被挂断后，我跟林东说，孙大强答应去接林娇娇了。他尽管还是很担心，在我的坚持下，也没再多说什么。10分钟后，估计孙大强给林娇娇开视频，确认了那一大堆燕窝虫草的礼品盒，答应了骑车去接她。林娇娇发了个朋友圈：父母还是亲生的好，别的就算平日装的再爱你，哪怕为你掏心挖肺都愿意，可关键时刻也只会躲在一边罢了。等我最爱的父亲。配图是林娇娇在冰天雪地里冻得小脸通红的照片。一整夜，林东盯着工人赶工，没再跟我说过半个字。我知道他心里非常不舒服，我也不再执着去哄他，可总感觉心里惴惴不安。于是我叫来2个工人，花了大价钱，连夜在地下室门口安装了一道能防弹的超级坚固的门。地下室的保暖措施，我一直亲自盯着他们做，完成得很好。天蒙蒙亮，所有工人完成了工作离去。我将地下室收拾好，哄着女儿睡下，而林东一个人在楼上开着暖气睡在主卧里。迷迷糊糊之间，我听见有人将大门敲得砰砰作响，期间还夹杂着各种难听的咒骂。拿出监控一看，林东已经打开了大门，将孙大强一家迎了进来。林娇娇鼻青脸肿地跟在最后面，整张脸写满了恨。她在走进来的第一时间质问林东：为什么杜威给我的礼盒全是空的？我想上去救林东，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的林东一头雾水，还未从林娇娇平安归来的欣喜中回过神儿来，怔怔地问：什么空的？娇娇，你怎么受伤了？你还装？林娇娇恼怒地将礼盒一股脑扔到林东身上，下一秒孙大强冲上去一把拽住了林东的衣领，又狠狠给了他一巴掌，再把他踹翻在地上，指着地上的林东喘着粗气：呸！告诉你，我找人借了面包车，开了1夜，就是来找你算账的。什么玩意儿？敢耍我？看我怎么收拾你！那么大的雪，我带着老婆儿子过来找你算账，差点没被雪埋在半路。娇娇说你家好东西一大堆，赶紧拿出来赔偿我。孙大强打累了，坐在趴地上的林东身上，2只眼睛不断扫视着家里的一切，那贪婪的模样似乎想要将一切都据为己有。林东被打得半死，伸出手去够地上的手机：我要报警抓你！林娇娇一脚把他手机踹得老远：你疯了吧，林东？那可是我爸，你报什么警？你偷走我这么多年，害得我们父女分离，又只心疼林朵朵，不好好珍惜我，现在要你点赔偿，算是便宜你了。林东满脸痛苦，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外，内心的痛苦更甚。跟我上一世一样，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们精心呵护长大的林娇娇，不但对我们没有半点亲情可言，反而从骨子里恨透了我们。林娇娇一心只把我们当作从亲生父母身边偷走她的坏人，可我们因为担心她吃醋或者没有安全感，甚至为她放弃过一个孩子，直到40岁那年意外怀孕，才留下了朵朵。自从朵朵出生后，林娇娇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无论我们怎么偏向她，照顾她的情绪，她始终觉得我们在做戏，所以在她亲生父母找上门后，她才会那么迫不及待的要认亲。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亲生父母给她的那些好脸色，全是我们拿钱换来的。我们拿钱让她的亲生父母别告诉她真相，待她好些。现在想来，真是恨不能扇自己2巴掌。不等林东说话，林娇娇带着孙大强像献宝一般到了我的主卧。透过主卧监控，我清晰地看到她打开了保险柜，将里头的现金还有我的首饰悉数递给了孙大强。她一脸希冀地看着孙大强：爸爸，有了这些东西，你们以后就再也不用吃苦了，我们终于能够一家团聚了。见钱眼开的孙大强开怀大笑，他拍着林娇娇的肩膀：好，不愧是我的好女儿。说罢，他贪婪地看着我的别墅，这房子我看挺好。话落，孙大强下楼，指着林东，命令他的2个儿子孙二强和孙小强把这男的从我们家赶出去。林东难以置信：孙大强，你私闯民宅是犯法的，你要是敢报警，我就告你偷走我女儿，看我们谁惨。林东挣扎无果，连外套都没穿，就被孙二强和孙小强赶到了冰天雪地里，冻得直哆嗦，拼命地敲打着被加固过的门窗。林娇娇见状，可罕见地露出了惧意，她拉着孙大强的袖子：外面这么冷，万一林东他冻死了怎么办？孙大强扑哧一笑：没了命那不是更好，就没人再跟我们抢别墅了。这么冷的天，他不赶紧出去找个暖和的地方，非赖在这不走，出了事能怪我吗？只能怪他自己傻。怎么，他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不舍得让他有事？林娇娇一听，立马摆着手撇清关系：又不是我亲生父亲，他的安危跟我可没关系。林东在门口敲门，流出来的眼泪和鼻涕1秒结冰。他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深知他撑不了多久，只能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从地下室后门绕上去接他下来。交代好女儿不要发出声音后，我裹着最后的长款羽绒服，打开门走在了风雪中。短短20米的路程，我走了好久好久，我终于看到大门外林东的身子已经被雪埋了一小半。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石子，躲在墙角一下一下地砸他。林东终于有了反应，艰难地回过头看，跟我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用力朝他招手，他悄悄向我靠近，嗔怪道：你怎么上来了？我叹了口气，看着他冻伤的脸：别啰嗦了，赶紧跟我走。我带着林东回到地下室，重新锁好了门。这道门也经过加固，从外面不可能被打开，而且我算了算时间，再过一会儿，这道门也会被大雪堵上了，所以是绝对安全的。这房间的温度并不冷，我又找来厚厚的被子裹在他身上，给他递过去一杯热水。林东感激地看着我，泪水夺眶而出：老婆，你说的对，林娇娇她真不是个东西，都怪我识人不清。现在房子被他们霸占了，手机也被他们夺走。手机，对了，老婆，你赶紧报警啊！来不及了。我将朵朵抱在怀里，淡淡地说：交通已经因为暴雪瘫痪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什么意思？对上林东充满疑惑和震惊的眼神，我微微一笑，站起身，走到地下室最深处那扇隐藏的推拉门前，猛地一把拉开，轰！门内的灯光亮起，林东整个人彻底呆住了，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整整50多平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堆满了物资。左边是一箱摞着一箱高到天花板的矿泉水和自热米饭、自热火锅，右边是真空包装的顶级大米、面粉和各类罐头。角落里是几个巨大的卧室冰柜，虽然现在已经断电，但地下室特意留出的通风口引入的外部极寒空气，让这里变成了一个天然的超级冷库，里面塞满了各种肉类和新鲜蔬菜，甚至还有成堆的卫生纸、医药箱、御寒衣物，以及堆在墙角的几桶柴油。这是……林东结结巴巴地指着这宛如末日堡垒般的粮仓。我早就在做准备了。我冷冷地说：这场大雪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星期，而是10天半个月绝对停不了的极寒末世。我们需要在楼上那一伙恶徒陷入绝境，饿死之前舒舒服服地躲在这里，看他们怎么自相残杀。雪越下越大，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彻底吞噬。楼上这群一辈子没见过世面的吸血鬼，此刻正陷入了疯狂的狂欢。监控画面里，林娇娇为了讨好她的亲生父母和哥哥，像个女主人一样极其大方地将我双开门大冰箱里储藏的所有顶级食材尽数拿了出来，摆了满满一长桌。为了省事，她把那些需要精心烹饪的食材胡乱一锅炖了，或者放进微波炉里强行加热。烤火鸡、阳澄湖大闸蟹、顶级澳洲和牛排、厚切三文鱼刺身，还有各种名贵的热带进口水果，全都被他们像猪拱食一样造作。孙二强和孙小强坐在真皮沙发上，连手都没洗，直接用脏兮兮的手抓起大闸蟹连壳带肉地嚼，吃得满嘴流油。汁水滴得昂贵的地毯上到处都是。乐不思蜀，张翠花拉过林娇娇的手，一边往嘴里塞着燕窝，一边生
声声夸她，说自己生了个好女儿，祖坟冒青烟了，不仅带回了巨款，还让他们住进了皇宫。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家5口，我只能说没文化且愚蠢至极，真可怕。要不是恰好赶上这场千年不遇的暴雪末世，他们这一家子强盗就凭今天打人抢劫的监控录像，早就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了。而且楼上冰箱里的食物虽然平时看起来多，但也只够我们一家3口吃上1-2周的。现在让他们这4个人像饿狼一样，这么个毫无节制的造法，加上断电后食物无法保存，估计最快明天，最迟后天就得彻底见底了。我冷笑一声，关掉监控屏幕，从货架上拿出3个番茄肥牛口味的自热小火锅，倒进水。几分钟后，浓郁的番茄肉香飘满了整个安全的地下室。我、林东和朵朵围坐在温暖的桌子旁，热气腾腾地吃了起来。林东大口吃着沾满汤汁的肥牛，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进碗里，不知道是觉得庆幸，还是对过去的自己感到悲哀。第二天一早，我和林东是被楼上一阵极其狂暴的砸东西声音和凄厉的哭喊声惊醒的。我立马拿出手机查看监控，只见餐厅里一片狼藉。孙二强面色十分不耐，猛地抬手将桌上盛着残菜的瓷盘推到一旁，真是太不像话了。他指着林娇娇厉声呵斥：我费心费力赶过来，你今早居然只端出隔夜剩菜，是打算敷衍了事吗？他语气越发强硬。快去厨房，按昨晚的样式准备餐食，煎5块牛排，再蒸上螃蟹，一样都不能少。林娇娇本就心绪低落，被他这般当众斥责，心里又委屈又难堪，整个人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他何曾受过这种委屈？18年来，在林家，他哪怕是破了一点油皮，全家都要围着他转。他崩溃大哭，下意识地想要寻找依靠，不断地喊着妈妈。他心底下意识地还念着我这个养母，他潜意识里依然在呼唤我这个养母。张翠花听见动静，乱糟糟着头发从2楼主卧快步走下来，瞧见儿子满脸不悦，他半点也没顾及林娇娇的处境，反倒立刻上前偏袒起孙二强。大清早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他对着林娇娇厉声数落：你看把你哥哥惹得满心不快，若是气出个好歹，可怎么好？孙二强挽着张翠花的胳膊，一脸委屈的抱怨：妈，我在乡下日子清苦，好不容易来城里，他却只拿隔夜的冷菜给我吃。我在地下室看着监控，只觉得极度无语。吃了一天好饭，这一家子还真把自己当土皇帝了。桌上的东西虽然是他们昨晚吃剩的残羹剩饭，但那实实在在全都是最顶级的牛排碎肉和蟹腿肉啊！在末世，这已经是能让人发狂的绝世珍馐了。那孙二强嫌弃的模样，似乎吃这些大鱼大肉倒是委屈了他这个村里的地痞流氓。张翠花上前一把扯住他，语气满是不满与怨怼：你在城里享福，享了整整18年，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一家在乡下吃苦受罪。张翠花眼神里满是病态的嫉妒和恶毒。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来了，这是我们该享福的时候了，你竟然敢给你哥吃剩菜，你到底有没有良心？林娇娇从没被这般对待，吓得浑身哆嗦，一愣一愣的，顾不上委屈，捂着额头带着哭腔慌忙解释：不是的，妈妈，不是我不给哥哥做，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冰箱空了。什么？刚打着哈欠走下楼的孙大强闻言，脸色骤变，将楼梯扶手拍得砰砰作响。没吃的？怎么可能没吃的？这么大的房子，连点吃的都没藏。真没有了，昨晚你们把冰箱里所有的肉和海鲜全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生的配菜和调料。孙大强几步冲到厨房，拉开冰箱一看，果然只剩下几个干瘪的柠檬和一瓶沙拉酱。他转过头，一巴掌扇在林娇娇另一半脸上，怒吼道：没吃的你不会出去买吗？你不是这儿的大小姐吗？打电话叫外卖啊，叫那个什么狗屁林东去买啊！此时被饥饿和愤怒冲昏头脑的他们，才终于将眼神越过巨大的电视墙，落到了客厅那面全景落地窗外。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发现仅仅过了1个晚上，外面那恐怖的暴雪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下越大，积雪已经像一堵白色的死墙一样，将1楼的落地窗生生掩埋了一大半，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的白，别说人，连路灯杆都看不见了。他们被死死地困在这里了。孙家众人原本贪婪嚣张的瞳孔骤然放大，里面爬满了深深的惊恐。我的妈呀！张翠花双腿一软，一拍大腿，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绝望的嚎啕大哭。我的天哪，老天爷要收人了，这大雪要把我们活埋了，吃的也没了，外卖也叫不到，我们要死在这个铁笼子里了。说到这，张翠花突然像被恶鬼附身了一样，面露凶光，从地上猛地窜起来，指着林娇娇的鼻子破口大骂，唾沫星子乱飞。都怪你，你这个扫把星，没良心的！要不是你在微信里骗我们，说这里有好多值钱的东西，有好吃的，非要哭着喊着让我们来接你，我们怎么可能被困在这个鬼地方？我们在乡下地窖里，好歹还有几百斤红薯能活命呢，现在全被你害死了！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这个丧门星！说罢，张翠花像个发狂的泼妇一样，上前一把拦住林娇娇，厉声斥责，言语间满是怨愤与指责。林娇娇无力辩驳，只能局促地缩在一旁，满心无助。够了！沉默半晌，脸色阴沉的滴水的孙大强终于暴喝一声开口，张翠花这才停止职责。林娇娇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衣衫凌乱，眼眶通红，只能压抑着情绪低声啜泣。在地下室看着这一幕的林东，双手紧紧握成拳头，但眼神里却再也没有了哪怕一丝一毫的心疼。事到如今，经历了生死背叛的他，终于跟我彻底统一了战线，冷冷地看着
屏幕里的林娇娇，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活该。孙大强没有理会地上的林娇娇，像一头寻找猎物的饿狼一样盯着她，语气森冷：这家里当真连1粒米都没有了，如果你敢骗我，我现在就让你付出惨痛代价。林娇娇害怕极了，浑身不可抑制的颤抖。她知道孙大强那种眼神，那是真的动了狠心的眼神。在求生欲的驱使下，她的脑子飞速旋转，拼命回忆这栋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她的眼睛猛地一亮，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手指颤抖着，指向了通往1楼走廊深处的方向。地下室那里，地下室里一定还有吃的。林娇娇仿佛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起来。为那个老女人，昨天买了一大堆东西，我亲眼看见送货的搬进来的，肯定全藏在地下室了。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地跟林东对视了一眼，我们俩都屏住了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平日里，林娇娇最是不屑来地下室，她觉得自己是家里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地下室这种放杂物、阴暗潮湿的地方就不该是她踏足的，所以她从来不知道地下室的具体构造。可现在为了自保，为了转移孙大强一家人的怒火，她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林娇娇连滚带爬地冲在最前面，带着孙家4个恶魔扑到了地下室内扇，伪装成普通木门的大门前，她用力拉开那扇用来掩人耳目的旧木门后，满怀希望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旧门后面并没有出现她想象中堆满食物的仓库，而是一道散发着冰冷金属光泽，连缝隙都被特殊材料封死的厚达1公分的暗灰色纯钢防爆门。林娇娇彻底傻眼了，绝望地拍打着那冰冷的钢板。怎么会这样？以前没有这道门的啊！倒是身后的孙大强看着这扇显然是新安装的坚不可摧的钢门，不仅没有绝望，反而咧开大嘴，露出了极其贪婪无比、令人毛骨悚然的笑。他一把拽住林娇娇的领子，像甩破布一样将挡在门口的她重重甩飞在墙上。砰！哈哈哈！老天饿不死瞎家雀，这钢门后面绝对藏着救命的好东西。孙大强狂笑着，转过头，死死盯着被摔得七荤八素、呆若木鸡的林娇娇，眯起眼睛逼问她：“这里面有人在躲着，对不对？”林娇娇满身是伤地跌坐在冰冷的瓷砖地上，面对亲生父亲那极其凶狠的目光，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她死死盯着那扇钢门，眼神里爆发出怨毒到极致的光芒，咬牙切齿地咆哮道：“杜威，我的好妈妈，是你躲在里面吧？那个没用的老东西，肯定也被你救进去了吧？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最爱我吗？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命吗？为什么你在里面躲着不出来救我？看着我被他们打死，你很开心是不是？”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变成了绝望的野兽般的咆哮。他从地上爬起来，不顾一切的疯狂捶打，用脚猛踹着地下室的钢大门，发出哐哐哐的闷响。杜威，你个狠心的女人，你给我出来，出来把吃的交出来啊！杜威，开门啊！在地下室里，巨大的回音震得人耳膜生疼。我紧紧捂住小女儿朵朵的耳朵，将她抱在怀里，轻声哄着：“朵朵别怕，那是外面的坏人在叫，这门很坚固的，我们这里很安全，坏人绝对进不来的。”朵朵乖巧地点点头，把小脑袋埋进我怀里。林东则手里紧紧握着一把消防斧，如临大敌地盯着大门。门外发现捶打无效后，孙大强带着孙二强和孙小强像红了眼的野兽一样，去厨房里找来了所有能用的工具，沉重的管钳、铁锤，甚至还有修水管用的沉重扳手。给我砸，把这破铁壳子撬开，里面肯定有吃的。孙大强红着眼下令，砰哐当当当当。接下来的整整2天里，这3个男人像不知疲倦的疯子一样，轮番对这扇钢门进行疯狂的劈砍、砸击和撬动。然而，这可是我花了双倍价钱，用最顶级的防爆钢板和特种液压锁连夜焊死的超级安全门。别说是铁锤和斧头，就算他们找来电锯，在断电的情况下也根本束手无策。2天过去了，原本平整的钢门表面被砍出了无数道白色的划痕，铁锤崩断了把手，管钳的把手都弯了，直到他们将家里厨房地上掉落的最后一颗米粒都舔得干干净净，甚至连垃圾桶里之前扔掉的鱼骨头都翻出来嚼碎咽了下去。这扇门依然纹丝不动，宛如一座不可逾越的钢铁山峰。因为极度的体力消耗，孙家父子3人已经饿得头晕眼花，气喘吁吁地瘫倒在门外。而林娇娇因为是个累赘，在这2天里更是连一口水、一点残渣都没有被分配到。她已经饿得完全脱了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流血，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趴在楼梯角落里奄奄一息。极度的饥饿终于彻底剥去了人类最后的伪装，露出了最原始、最残忍的兽性。饿红了眼的孙大强死死地盯上了角落里的林娇娇，他像拖着一袋垃圾一样拽着林娇娇的头发，将她一路拖到了地下室门口。孙大强贴着门缝，用干哑却极其凶狠的声音对着里面大喊：“杜威、林东，你们2个缩头乌龟，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你们要是再不把门打开，把吃的双手奉上，我就把你们这个宝贝女儿，这个你们养了18年的心头肉，直接从2楼的窗户丢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去。外面的温度半个小时就能把人冻成硬邦邦的冰棍儿，我就不信你们真能眼睁睁看着她死。我只数3声，3、
3、门外传来了林娇娇微弱但充满极度恐惧的哭腔。2。我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监控画面。林东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但他咬紧了牙关，双手死死握成拳头，一言不发，甚至闭上了眼睛。1。此际，地下室里没有任何回应。孙大强见威胁无效，彻底丧心病狂了。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一把像拎小鸡一样揪起林娇娇的衣领，拖着她就往2楼走去。不，爸，不要啊！她是你亲生女儿啊，你不能这么对我。林娇娇终于意识到了死神的降临，爆发出最后的力量，疯狂挣扎。亲生女儿，我有的是儿子，要你个光吃不干活的累赘干什么？既然他们不管你，你就自生自灭吧。孙大强冷酷到了极点，一把推开2楼主卧那扇因为结冰而沉重的窗户，狂暴的极寒风雪瞬间席卷进屋内。孙大强满脸冷意，上前一把拉住林娇娇，将她带到窗边。窗外寒风呼啸，林娇娇吓得浑身发抖，失声哭喊起来：妈妈，妈妈，我错了。林娇娇的大脑里走马灯般闪过了这18年的画面，她想起了自己生病发高烧时，是我整夜不睡，用温水给她擦身子，熬她最爱喝的鸡汤。她想起了自己要在学校晚会上拉小提琴，是林东跑遍了半个城市，为她买来最漂亮的公主裙。而现在，她拼命讨好的亲生父母，不仅贪图她的财物，还屡屡苛待于她。只有你才是爱我的，妈妈，他们根本就不爱我，他们只要钱，还打我。妈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开门救救我好不好？我再也不敢了，爸爸救我！极度的懊悔和恐惧伴随着眼泪，瞬间在他的脸上结成冰锥。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孙大强嫌他吵得心烦，手臂猛地用力往前一送，短促而凄厉的惨叫声在空中划过，重物坠入深雪的闷响传来。林娇娇被无情地抛入了下方，积雪深达2米的冰天雪地之中，瞬间被暴雪掩埋，再也没有了声音。砰！孙大强重重地关上窗户，阻挡了风雪。他转过身，跑回地下室门口，把门拍得砰砰作响，像个疯子一样大笑。哈哈，你女儿快没命了，外面的雪那么厚，她就算摔不死也爬不上来。杜威，你要是再不出来救她，她就真的没命了。5分钟，最多5分钟，她就会冻僵。听着外面恶徒的叫嚣，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却全都是上一世的画面。我永远记得上一世食物耗尽时，就是林娇娇这个恶毒的白眼狼，为了讨好孙二强，亲自从我怀里抢走只有3岁的朵朵，也是他无视我的磕头哀求，残忍地将朵朵扔出了那扇窗户，眼睁睁看着我可怜的女儿被大雪活活掩埋。现在他也尝到了这种绝望的滋味，我绝对不会为了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人，冒着哪怕一丝一毫的生命危险去打开这扇保护我们一家的救命之门。可是我身旁的林东呼吸却越来越急促，他终究是个做不到绝对冷血的父亲，哪怕理智告诉他那是个毒蛇，但那一声声绝望凄厉的爸爸救我，还是如同一把把尖刀刺穿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猛地睁开满是红血丝的眼睛，转身一把抓起放在旁边的防寒军大衣披在身上就要往外走。老婆，对不起，我只要把门开一条缝，扔条绳子把他拉进来就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啊！林东颤抖着声音说道。林东，你站住！我厉声喝道，但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伸手就要去解开液压锁。只要这道门一开，外面那4个饿疯了的野兽就会瞬间扑进来，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我的家庭遭遇任何危险了，所以林东一定不能出去。我眼神一狠，随手抄起放在门边的一根实心防身棒球棍，没有半点犹豫，对准林东的后脑勺，用恰到好处的力道，一闷棍狠狠敲了下去。砰！林东发出一声闷哼，双眼一翻，高大的身躯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我扔掉棒球棍，迅速找来捆绑物资用的粗尼龙绳，将他的手脚结结实实地捆绑在沙发上，并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以防他醒来后发出声音或者咬伤自己。看着倒在地上的丈夫，我的手微微发抖。在打晕他的那一刻，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等末日过去，他可能会因为怪我残忍狠心、见死不救而跟我提出离婚，但我不在乎，只要能保住他和朵朵的命，哪怕被他恨一辈子，我也在所不惜。门外的孙大强一家在苦等了半个小时，发现地下室依然死寂一片后，终于彻底绝望了。他们意识到用林娇娇的命根本换不来这扇门的开启，林娇娇被彻底放弃了，冻僵在了那个曾经属于她的家门外。接下来的日子，楼上的情况变成了真正的人间炼狱。又过去了整整3天，极寒带来的不仅是冰冻，还有能让人丧失一切理智的饥饿。这天深夜，我正抱着朵朵在睡袋里取暖，突然听到监控里传来一声巨大的闷响，伴随着桌椅倒塌的声音和极其惨烈的扭打声。我赶紧拿出手机查看，画面中饥饿已经彻底将孙家父子4人变成了为了生存可以互相搏斗的野兽。饿得眼睛发绿的孙二强和孙小强2个年轻力壮的儿子，竟然联合起来将瘦弱的张翠花和年迈的孙大强夫妻俩死死按在地上。你们干什么？反了天了！我是你们老子！孙大强惊恐地咆哮，孙二强满脸狰狞，像个发疯的恶鬼。爸妈，反正你们也活够本了，再这么饿下去，咱们4个都得没命。不如你们出去给儿子找点吃的回来吧。外面的雪那么大，你们想让我们冻死啊？张翠花尖叫着挣扎。少废话！孙小强毫不留情地动手，竟然强行扒下了孙大强和张翠花身上稍微厚实一点的外套和毛衣，穿在自己身上。要不你们就待在外面吧，家里这最后一点避风的地方留给我们2兄弟。任由夫妻俩在地上哭
哭天抢地，拼命求饶。孙二强和孙小强也没有半分心软，在生存面前，所谓的孝道和亲情，在这个劣根性极强的家庭里，简直不值一提。兄弟二人对父母积攒的不满彻底爆发，强硬地把孙大强和张翠花带到2楼窗边，执意将二人赶出了屋子。风雪呼啸，只身着单衣的孙大强与张翠花站在冰天雪地里，忍不住高声怒骂。二人陷入绝境，在没过腰身的积雪里艰难跋涉。习惯了坐享其成的孙二强和孙小强渐渐撑不住了，孙二强和孙小强最终也熬不住了。第二天，他们顺着楼梯爬了下来，趴在地下室的大门外。他们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叫嚣，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监控里，这两个曾经嚣张跋扈的壮汉，泣不成声，像狗一样趴在地上，用虚弱的手指轻轻地挠着门板，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求声。里面的人，求求你们给口吃的吧，我不想死，我给你们磕头了，1粒米也行啊。我坐在温暖的沙发上，看着屏幕里那2张犹如骷髅般的脸，眼神冰冷如铁。我深知农夫与蛇的故事，如果我现在心软，打开门让他们吃饱喝足，恢复了体力，以他们丧尽天良的本性，等死的就是我们一家3口。所以我不为所动，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没有变一下，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在门外绝望的挣扎、抽搐，最后彻底没有了声息，冻成了2具毫无生气的躯壳。地下室里，林东在被打晕后的第2天就醒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被绑着，看到了监控里发生的一切，包括林娇娇的死，包括孙家父子的互相残杀。他已经整整3天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他每天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不吃不喝。我以为他还在恨我。这天，我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把1碗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放在他面前，转身准备离开。就在我回过头的那一瞬间，我发现他正定定地看着我，那双平时充满学究气的眼睛里，此刻盈满了滚烫的泪花。疑惑之余，他突然站起身，像个溺水的人抓住浮木一般，一把紧紧抱住了我，力气大的仿佛要把我揉进骨血里。老婆，哽咽着，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对不起，是我太天真了。其实，在被打晕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梦。我浑身一震，僵在原地。在梦里，我看到了他们是怎样残忍的抢走朵朵，是怎么把我推出去送死的。我也看到了林娇娇那个畜生，在他们害死我们之后叫得有多大声。那些都是真的，对不对？那不是梦，那是你经历过的地狱，对不对？泪水瞬间决堤，我死死咬住嘴唇，在他怀里拼命地点头。谢谢你。林东哭得像个孩子，不停地亲吻我的头发。谢谢你打晕了我，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你哪怕背负一切也要保护住我们的女儿。他松开我，双手捧着我的脸，眼神里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和狠厉。老婆，我发誓，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对那群畜生有半分心软。这一次，我一定会用生命守护好你跟朵朵，不管外面变成什么样，我们一定能等到黎明。我会拥住他，眼泪浸湿了他的衣襟，但我知道这重生的劫难，我们终于熬过去了。这场恐怖的极寒末世足足持续了1个多月。1个多月后，外面的风雪终于停了，厚厚的云层散开，久违的阳光重新洒向这片白茫茫的死亡之地。随着气温缓慢回升，政府的铲雪部队和救援直升机终于开进了别墅区。我们一家3口穿着整洁的防寒服，推开了那扇保护了我们1个月的钢铁大门。大门外，走廊里赫然横陈着孙二强和孙小强那被冻僵的躯壳，而在外面的院子里，大雪融化后的泥泞中，救援人员找到了林娇娇、孙大强和张翠花早已失去生机的遗骸。我家里里外外一共5具遗骸，3男2女。我平静地报了警。面对警察的询问，我把他们入室抢劫、鸠占鹊巢，最终因为没有食物而在极寒中陷入疯狂、冻饿而死的所有事情，原本地叙述了一遍，并且提交了地下室监控拍下的部分录像作为证据。警方判定这是一起在极端自然灾害下发生的入室抢劫及内部互殴案件，我们属于正当防卫的受害者，没有任何责任。结案后，我没有丝毫留恋，直接以一个极低的市场价迅速卖掉了这幢充满痛苦和不堪回忆的别墅，拿着巨额的卖房款，我跟林东一起带着已经重新恢复活泼笑容的朵朵，登上了飞往南方海滨城市的飞机。透过飞机舷窗，看着下方那片逐渐远去的曾经埋葬了无数阴暗和寒冷的冰雪大地，我握紧了林东和朵朵的手，在那里阳光温暖，四季如春，我们将开始真正属于我们的再也没有没良心的人打扰的新生活。